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大陆姑娘和台湾小伙的相亲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颇深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相亲故事，更折射出了两岸婚恋文化的巨大差异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小雨，今年32岁，是个返乡创办民宿的创业者。虽然年龄在相亲市场已经被贴上了大龄剩女的标签，但这姑娘身高166厘米，长相清秀，最重要的是性格质朴且有韧劲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女孩子放在哪里都是宝贝，但她的人生经历却让我忍不住心疼。小雨出生在贵州一个风景如画却极度贫困的偏远山村，那里青山绿水，风景美得不像话，但当地人的生活却十分艰难。小雨7岁那年，她父亲因病去世，留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还欠下了一大笔医药费。丽姐，那时候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更别说还债了。回忆起童年，小雨的眼圈都红了。10岁那年，为了生存，小雨跟着母亲到镇上一户富人家当佣人。小年纪就得忍受主人家孩子的羞辱与欺侮，他们家的孩子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却总是把我当成出气筒。有次我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汤，那孩子直接把我按在地上，说我是贱骨头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都揪起来了。这样的童年该有多苦啊！但这还不是最惨的。17岁那年，小雨的母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，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她被迫接受地下高利贷。当时我都不知道利息是什么概念，只知道妈妈病得很重，我必须救她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小雨的母亲还是去世了，留下她一个人面对巨额债务。为了还债，她远赴广东沿海城市打工，辗转于餐厅、工厂10余年。那时候我一天工作14-15个小时，吃住都在工厂，每个月就留100块钱给自己花，其他全部用来还债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。小雨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她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还攒了一笔钱。想着家乡的好山好水，她决定回乡创办民宿，希望能借助旅游业让家乡富起来。我当时想的挺好，家乡风景这么美，肯定会吸引很多游客，我可以开个民宿，带动一下当地经济。小雨说起当初的想法，眼里闪着光，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。回乡后，他发现当地已经被一家大型旅游开发商垄断了资源，客源被严重控制，他的小民宿根本没法和人家竞争。刚开始那半年，我的民宿几乎没有客人，天天就是干等。就在他的小生意刚有点起色的时候，又一场灾难降临了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摧毁了部分房屋。那天晚上下了特别大的雨，我半夜被巨响惊醒，起来一看，民宿后面的墙都被冲塌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在修缮期间，小雨发现地下暗河被开发商污染，导致村民集体生病。我们村好几个老人都查出了重金属超标，孩子们也经常莫名其妙的生病。我去调查，发现是那个开发商偷偷排放废水造成的。现在的小雨独自经营着那个摇摇欲坠的民宿，一边要对抗强大的开发商，一边还要面临家乡环境彻底破坏的危机。有时候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，但一想到这是我的家乡，我又不忍心放弃。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多舛却依然坚强的姑娘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认识了今天故事的男主角，来自台湾的阿明。阿明今年35岁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家境不错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在台北有2套房产。长相嘛，属于那种清秀斯文的类型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温文尔雅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丽姐，我第一次见到阿明，就觉得他和大陆男生不太一样。小雨告诉我，他特别有礼貌，见面就给我鞠躬，然后送了我一盒凤梨酥，说是台湾特产。两人是在上海相亲的，阿明因为公司业务经常来大陆，这次特意安排了相亲。第一次见面，2个人聊得还不错。阿明对小雨的创业经历很感兴趣，不停地问这问那，小雨也被阿明的绅士风度所吸引。他不像有些大陆男生，一上来就问你家里有几套房，年收入多少这种直白的问题。阿明更多是关心我的想法和经历，让我感觉被尊重。小雨回忆道，第一次见面后，2人又约了几次，渐渐的，小雨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台湾男生。
阿明也表示对他很有好感。就在关系逐渐升温的时候，婚姻话题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。阿明说他父母挺传统的，如果要结婚得先见家长。小雨有点紧张，我从来没去过台湾，也不知道台湾人的婚俗是什么样的，于是他来找我咨询。作为一个资深红娘，我见过太多两岸婚姻的案例了。说实话，两岸的婚恋文化确实存在不少差异，特别是在彩礼这个问题上。小雨啊，你知道台湾基本上是不兴彩礼的吧？我试探性地问他，不要彩礼吗？小雨一脸惊讶，我们那边彩礼可是硬指标啊，不给彩礼，人家姑娘家都不答应的。我耐心地向他解释，台湾和大陆在婚俗上确实有很大不同。台湾受日本和西方文化影响较深，对彩礼这个概念比较淡薄，他们更注重的是男方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，能不能给女方安全感。小雨皱着眉头，那我岂不是吃亏了？我们村里谁家姑娘出嫁不要彩礼啊？最起码得要个80-90万吧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我差点没喘过气来。小雨啊，你这个价位在大城市可能还算正常，但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。台湾那边结婚，重点不在彩礼，而是看男方能不能买得起房，养得起家。可是丽姐，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吃苦，好不容易要嫁人了，总得有点保障吧。小雨眼圈红了，我民宿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随时可能倒闭。要是结了婚，日子过不下去，我连退路都没有啊。我能理解小雨的顾虑，对于她这样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女孩来说，婚姻的经济保障确实尤为重要。但我也知道，如果她坚持要高额彩礼，很可能会把阿明吓跑。这样吧，你先和阿明坦诚地聊一聊，了解一下台湾那边的婚俗，也让他了解你这边的习惯。沟通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，我建议道。小鱼点点头，但眼神中还是透露出坚定。丽姐，我不能白白嫁人，这么多年的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几天后，小雨和阿明再次见面，直接挑明了彩礼的话题。阿明，我想问问你，在台湾结婚需要彩礼吗？小雨直截了当地问。阿明愣了一下，彩礼，你是指男方给女方家里的钱吗？在台湾基本没有这个习俗耶，我们那边结婚，男方主要负责买房子，准备婚礼，女方负责嫁妆，就这样而已。小雨深吸一口气，在我们这边彩礼是必须的，按照我们那里的行情，我这个条件彩礼至少要100万。100万，新台币还是人民币？阿明有点懵。人民币。小雨回答得很干脆，阿明当场就傻眼了，不是吧，这也太多了，这不是抢劫吗？什么叫抢劫？小雨有点生气了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你要娶我就得按我们这边的规矩来。阿明急忙解释，小雨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说彩礼不好，只是在台湾，我们真的没有这种习惯。100万人民币差不多是400多万新台币，这对一般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。那你们台湾男生结婚不给彩礼，靠什么证明自己的诚意啊？小雨不解地问。阿明想了想，我们通常是通过买房、买车或者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来表示对女方的重视。比如我在台北已经有一套房子了，如果结婚，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小雨听了半信半疑，真的假的？那万一结婚后你变心了，我岂不是什么都没有？彩礼至少是我的保障啊。如果你担心这个，我们可以在结婚前签婚前协议，保障你的权益。阿明提议，或者我可以把房子加上你的名字，这样不就等于给你保障了吗？小雨陷入了思考，一方面他确实被阿明的真诚所打动，另一方面他又割舍不下对彩礼的期待。毕竟在他的观念里，彩礼不仅是一种经济保障，更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和重视。阿明，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最终，小雨说道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决定。阿明点点头，我理解。不过小雨，我希望你知道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无论有没有彩礼。两人就这样陷入了婚恋文化的冲突中。小雨回来找我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喜欢阿明，但没有彩礼，我总觉得不踏实。小雨问我，我叹了口气，小雨啊，两岸婚恋文化确实存在差异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台湾社会很发达，并不是大陆人认为的穷，只是他们的婚恋观念和我们不太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
小雨好奇地问。首先，台湾的婚姻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生活，而不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换，我解释道。其次，台湾女性普遍比较独立，经济上也比较自主，所以对彩礼的依赖没那么强。小雨若有所思，可是丽姐，我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，如果不要彩礼，我总觉得是亏了自己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但婚姻不是做生意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，你得想想阿明能给你什么样的未来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小雨陷入了沉思。几天后，他再次约见了阿明，决定好好谈一谈。阿明，我想了很多。小雨开门见山，我知道台湾和大陆的婚俗不同，但对我来说，彩礼真的很重要。阿明点点头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小雨，100万真的太多了。我虽然工作还不错，但一下拿出这么多钱确实有难度。那你能接受多少呢？小雨问。阿明思考了一会儿，这样吧，我可以给你20万人民币作为彩礼，再加上结婚后我们的房子写上你的名字，你看行吗？小雨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20万，这也太少了吧？我们那边最低都要50-60万起步啊。阿明有些为难。小雨，你要理解，在台湾，我们结婚主要的花费是在买房和婚礼上，如果加上这些，我的支出已经很大了。那如果我答应嫁给你，以后是住在台湾还是大陆？小雨突然问道。这个我们可以商量。阿明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在台湾住一段时间，等你适应了，再决定要不要回大陆发展。小雨点点头。那你能接受我继续经营我的民宿吗？那可是我的心血。当然可以。阿明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我很佩服你的创业精神，如果你需要，我甚至可以帮你一起经营，或者投资扩大规模。听到这里，小雨的眼睛亮了起来。真的吗？你愿意帮我对抗那些开发商？为什么不呢？阿明笑道，我在科技公司工作，对网络营销还是有些了解的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把你的民宿做成网红打卡地，这样客源就不成问题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详细讨论未来的生活和事业规划。阿明的真诚和支持让小雨逐渐放下了对彩礼的执着。他开始意识到，比起一次性的彩礼，阿明能给他的长远支持或许更有价值。阿明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经过一番长谈，小雨还是没能完全下定决心，毕竟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婚姻幸福，更涉及到家乡和亲人的期望。在我们农村，彩礼高低可是关系到姑娘家的面子问题。回到家后，小雨给我打了电话，把最新进展告诉了我。丽姐，我现在好纠结啊。阿明人是真的好，也愿意帮我一起经营民宿，但20万的彩礼实在太低了。我要是答应了，回老家不知道要被人笑话成什么样子。小雨在电话那头直叹气。我能理解小雨的顾虑，在很多大陆农村地区，彩礼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，更成了衡量女方价值和男方诚意的标准。姑娘要是没收到像样的彩礼就嫁人，不仅自己觉得没面子，回老家都抬不起头来。小雨啊，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你得知道，台湾和大陆在这方面的差异真的很大。我耐心地解释，在台湾真的没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彩礼的说法，他们更看重的是夫妻双方能否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可是丽姐，我从小到大吃了那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有个好归宿，总得有点实际的保障吧。小雨的声音里透着犹豫和不安。那你觉得阿明这个人怎么样？除了彩礼这件事，你对他还满意吗？我问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其实阿明真的挺好的。小雨的语气明显柔和了下来，他很尊重我，也很关心我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愿意支持我继续经营民宿，还说要帮我对抗那些开发商，那不就得了？我笑道，小雨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找个人品好、能力强，还愿意支持你事业的男人，比拿到多少彩礼重要多了。可是小雨还是有些犹豫。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吧。我说，很多台湾男生确实经济条件不错，但他们给老婆的钱并不少，只不过不是一次性给彩礼，而是平时的生活费、零花钱都很大方，这可比一次性的彩礼实在多了。真的吗？小雨有些惊讶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肯定地说。而且啊，台湾男人普遍很顾家，他们会做家务、带孩子，不像有些大陆男人结了婚就变大爷了。
阿明给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也是这种类型的？他确实很体贴。小雨回忆道，有次我们吃饭，他还主动帮我夹菜、倒水，甚至问我吃的惯不惯台湾菜，要不要给我点一些大陆菜。看吧，这就是差异。我继续分析，再说了，阿明不是说了吗？可以把房子加上你的名字。你知道台北的房价有多贵吗？那可比几十万彩礼值钱多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小雨似乎开始动摇了。那丽姐，你说我该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呢？尤其是我那几个七大姑八大姨，他们肯定会说闲话的。你就直说啊，说你嫁了个台湾老公，有房有车，生活水平比村里那些收了高彩礼嫁给本地人的姑娘高多了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再说了，台湾和大陆虽然习俗不同，但都是中国人，根本不存在嫁亏了的问题。小雨似乎被我说动了，但还是有些担忧。那万一以后婚姻出了问题怎么办？这个你更不用担心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婚姻法对女性保障很完善，而且阿明不是说可以签婚前协议吗？你可以在协议里明确约定，万一离婚，你有权分得多少财产，这比彩礼靠谱多了。经过我的一番开导，小雨终于松动了。丽姐，谢谢你，我再和阿明好好谈谈。第二天，小雨约阿明见面，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和想法。阿明，我想和你坦白说。小雨深吸一口气，在我们那里，彩礼不仅是钱的问题，更是一种传统，是对女方的尊重。如果彩礼太低，我回老家会被人说闲话，说我嫁得不好。阿明认真地听着，然后点点头，我懂了。其实我不是不尊重你们的传统，只是在我的观念里，表达爱和尊重有很多种方式。那你能接受多少呢？小雨问。我不是贪财，只是不想回家被人瞧不起。阿明思考了一会儿，这样吧，我最多能拿出50万人民币作为彩礼，但有个条件，这笔钱必须用于你的民宿事业，或者我们未来的共同生活。我不希望它变成你家里人挥霍的资本。小雨没想到阿明会提出这样的方案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你的意思是这笔钱还是我们自己用？对。阿明坚定地说，小雨，我愿意尊重你们的传统，但我也希望这笔钱能真正用在有意义的地方，比如扩大你的民宿规模，或者用来对抗那些开发商。小雨陷入了沉思，阿明的这个提议确实很有诚意，而且充分考虑到了他的事业需求。最重要的是，50万的彩礼数字也不低，拿回老家至少不会被人笑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最终，小雨点了点头，50万彩礼用于我们的共同事业。阿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还有，我已经和公司商量好了，可以远程办公一段时间。等结婚后，我打算先搬到你那里住几个月，帮你一起把民宿搞起来。真的吗？小雨惊喜地问，你愿意来我那个小山村？当然啊，阿明笑道，我一直想体验一下大陆乡村的生活，而且你的民宿听起来很有潜力。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网红民宿，吸引更多台湾游客。小雨激动地握住了阿明的手，谢谢你，阿明，你真的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。就这样，小雨和阿明达成了共识，他们决定先在大陆办一场简单的婚礼，让小雨的亲友参加，然后再去台湾，按台湾的习俗举办另一场婚礼。消息传回小雨的老家，果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什么？小雨嫁给台湾人了？彩礼才50万，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议论纷纷，这姑娘咋这么不懂行情呢？现在我们这里一般家庭的彩礼都要80-90万起步啊，听说台湾人都很抠门，小雨这是嫁亏了啊。面对亲友们的质疑，小雨选择了沉默，她知道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。婚礼如期举行，阿明带着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。出乎小雨意料的是，阿明的父母非常热情，完全没有传说中台湾人对大陆的偏见。小雨啊，阿明常在电话里提起你，说你是个坚强勇敢的女孩。阿明的妈妈亲切地拉着小雨的手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。婚礼很简单，但充满了温馨的氛围。阿明不仅带来了50万的彩礼，还特意准备了许多台湾特产分给村里的每家每户。他的真诚和大方，让那些原本质疑的村民也不得不刮目相看。婚后，阿明果然说到做到，
搬到了小雨的民宿住了下来。他利用自己在科技行业的专业知识，帮小雨搭建了一个精美的网站，还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大力宣传来自大陆深山的原生态民宿体验，纯天然无污染的山泉水，道地的贵州美食。阿明的宣传语吸引了不少台湾游客的注意，慢慢的，小雨的民宿开始有了起色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，不仅有台湾人，还有从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专程赶来的都市白领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民宿上个月的收入超过10万了。几个月后，小雨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全都是阿明的功劳。他用科技手段把我们的民宿推广得太好了，那不就得了？我笑着说，看吧，我就说台湾男人靠谱吧。彩礼虽然没那么多，但实际付出可一点不少啊。是啊，阿明真的很好。小雨的声音充满了幸福，他不仅帮我经营民宿，还带着我一起去对抗那些开发商。你知道吗？他居然找了台湾的环保组织来调查水源污染问题，现在那些开发商都不敢乱来了。我由衷的为小雨感到高兴。那你们打算一直住在山村吗？不去台湾看看？我们计划半年后去台湾住一段时间。小雨说，阿明说要带我去环岛旅行，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，然后我们再决定是长期住在大陆还是台湾。这主意不错，我赞同道。两岸都体验一下，找个双方都舒服的地方定居。对了，丽姐，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。小雨神秘地说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真的啊？恭喜恭喜！我惊喜地说，那你们打算在哪里生孩子？阿明希望我去台湾生，说那边的医疗条件更好。小雨说，但我还是想在家乡生，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妈妈的根。我们还在商量，这都不是问题。我安慰他，无论在哪里生，孩子都是你们爱的结晶，关键是你们两个感情好，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。小雨笑了，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的开导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因为彩礼的事就错过阿明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彩礼根本不算什么，阿明给我的幸福和安全感是用钱买不到的。我也感慨万分，这就是两岸婚恋文化的不同之处啊。大陆这边，特别是农村地区，往往把彩礼看得太重，却忽略了婚后生活的质量，而台湾那边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共同发展。是啊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你结婚时收了多少彩礼，而是看你嫁的人是否真心爱你、尊重你、支持你。小雨感慨道。1年后，小雨在家乡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。阿明的父母专程从台湾赶来照顾儿媳妇和孙子。小雨的民宿事业也越做越大，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几个村子，成为当地的一张旅游名片。最让人欣慰的是，在小雨和阿明的努力下，那些污染环境的开发商终于被环保部门严肃处理，村里的地下水源得到了有效保护，村民们的健康状况也逐渐好转。丽姐，我想邀请你来我们这里玩几天。某天，小雨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我要感谢你，是你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。一定一定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正好我也想见见这位让你如此幸福的台湾女婿。几天后，我来到了小雨的民宿，这里已经大变样了。原来简陋的木屋被改造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度假别墅，院子里种满了花草，还有一个小型的有机农场，让游客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。小雨和阿明带着他们的小宝宝在民宿门口迎接我，看到小雨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我就知道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丽姐，欢迎欢迎！小雨热情地拥抱了我，这就是我常和你提起的阿明，还有我们的小宝贝，叫小宝。阿明彬彬有礼地向我鞠了一躬，丽姐好。小雨常说是您促成了我们的姻缘，我一直想当面感谢您。我笑着摆摆手，缘分自有天定，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。看到你们这么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晚上，我们坐在民宿的露台上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小雨告诉我，他和阿明已经决定长期住在大陆，因为这里有他的根，有他深爱的家乡。但每年他们也会带着孩子去台湾住一段时间，让孩子了解父亲的文化。其实两岸的文化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阿明若有所思地说，根本上我们都是中华儿女，有着相同的文化基因，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，在一些习俗上产生了差异。小鱼点点头，
是啊，就像彩礼这件事，一开始我以为阿明不给彩礼是不尊重我，现在才明白，尊重和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。阿明握住小雨的手，而我也明白了，在小雨成长的环境中，彩礼确实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习俗，代表着对女方的重视，所以我愿意尊重这一点。看着他们相视而笑的样子，我不禁感慨，这就是文化的包容与融合啊！只有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，才能真正走到一起。小雨笑着对我说：“丽姐，谢谢你当初没有让我因为彩礼的事固执己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差点就因为一时的计较，错过了这么好的阿明。傻姑娘，婚姻不是做生意，不能只算眼前账。”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找个真心爱你、尊重你、支持你的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雨和阿明的故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，也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们对两岸婚恋文化差异的看法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